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普文。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是一款茶，是普文4月8号压饼的一款茶。好，大家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很简洁的一个包装，这是一个珍藏版。普文自己手做了几棵茶树，然后把它混在一起，大家看一下压的一个茶饼。现在来撬开来喝一下这个茶转化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快1年了。好，再一次普文为大家来讲解一下撬茶饼是怎么一个撬法，怎么样损耗最小，就这样一圈的撬过去，这样可以整片的撬出来。好，这样转过去撬过去，待会儿整片的就撬出来了，这样是损耗最小的。然后我们撬出来之后又可以把它分离出来放在罐罐里面这样对一整片茶饼来说都会比较好。大家看一下，茶饼就是这样可以整体的撬开，大家看一下，这一整片。好，我们就来泡制下，进行一个投茶。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款茶。普文的投茶量一般这个盖碗的话，普文会投7克左右。来开汤试一下，相对来说饼茶的开汤要比散茶开汤时间稍微拉长2秒到3秒，这是普文的一个开汤方式。好，大家看一下这个汤色开汤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小碎点这个实话实说，但是这个茶香它就出来了，花蜜香，相对来说这个香的一个纯净度它就比较高一点。好，我们来泡喝的那一泡，快速出汤。大家看这个汤色就黄绿色，是今年的春茶，一个新茶。这个盖碗盖也非常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色，整体来说还是没有腻网，黑糊点是比较少好，我们来品鉴一下。像丹珠类型的茶，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纯净度，入口的纯净度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干净。这个茶苦涩度不高就苦几乎就没有苦，甜度比较高，茶气比较足，就是人马上就暖上来的那种。我们来泡喝的第2泡，大概5秒钟左右出汤即可。这个汤色的透亮度黄绿色，它就相对来说会比较高。大家看一下，这个下面是有茶碎但是黑色的糊点极少。我们来品鉴一下第2泡，汤感的纯净度就非常高，茶气很足，但是苦很低，色底有略微的往上来。好，我们喝第3泡，这是采用凤庆的丹珠茶树杯底是那种比较淡的蜜香，但是很纯净。第3泡我们可能时间稍微拉长了一点，但是汤色来说它的透亮度就很高。哇，第3泡味就出来了。喝丹珠茶就是你喝进去的口感它就非常纯净，没有那么复杂，喉咙下面滑下去那种气感，哇，热的下去那种感觉，额头立马就冒汗了，这手上都是有点湿了，牙齿缝之间的那种生津感它就立马出来但是这个茶仍然具有涩，略微的一些涩，吸进去有一种清凉感。好，我们喝一下第4泡，比第3泡出汤要快一点，但这个汤色来说保持的是一直这种透亮它略微会有一些白膜。普文实话实说，入锅的火温从高到低。好，我们来焖泡这个茶，然后来检验一下液底，3分钟，看它的苦出来有多大，有没有发酵的味道。从这个焖泡过程当中，从观察液体当中，我们完全能掌握到这一款茶是怎么一个制作方式，完全通过这个液底喝跟干茶的情况，我们完全能做一个回推，让大家都知道这个茶是怎么做出来的，哪一个步骤有问题，哪一个步骤没有问题。我们制茶人就是喝茶，就是喝的是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去改进某一个步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下一次要怎么改进。好，3分钟时间差不多到了我们出汤看一下，这个杯子一只手不好捏了，因为很烫，颜色是明显的加深但是依然是黄绿色黄中带绿不是那种黄很严重
我们闻一下这个热汤有没有那种发酵的味道，香气还是比较纯，就是茶的本香那种，略微有些苦涩。哇，牙齿都变得比较光洁了，喝完这个茶略微有那种清凉感。好，我们来检测一下这个叶底，虽然碎茶了。好，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叶底啊，整体的一个叶底就在这里展现啊，它的颜色的均匀度就相对来说比较均匀一点啊，叶面的那种鲜活度啊，它也是比较高，做的没有那么死。大家看这个杀青应该是7、8成熟吧。好，我们来检测一下它的酥龄有多大。好，3公分，3.5，4公分，还没断。这个鲜叶上啊，小鲜叶纹啊，这么细的都能拉3公分啊，3.5断了。杆子上的丝它能拉得更好一点，叶子上也是靠经络上才产生丝的，大家看一下。一个大拇指3.5，4，好，4.5左右。关于这一款丹珠饼的一个评测，普文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喜欢普文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普文，普文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茶品，真实的原产地。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节目见。